想象一下，你面前有一個按鈕，只要按下去，你所有關於讀博的自我懷疑都會瞬間消失。凌晨2點的焦慮內耗，那種覺得自己是冒牌貨的恐懼，還有每次教授沒回信時心跳漏一拍的感覺，全部消失，永遠消失，剩下的只有平靜。你會按下去嗎？如果你跟大多數博士生一樣，你現在一定在瘋狂點頭。若是當時在哈佛讀博第3年的我，絕對會毫不猶豫地按下去。那時的我深信，痛苦就是我最大的敵人，但我錯了。接下來的幾分鐘，我會告訴你為什麼按那個按鈕可能會是你學術生涯中最糟糕的決定。第一點，情緒是真的，但腦袋裡的潛台詞往往是編出來的。首先，我們要承認，你的情緒100%是真的。打開教授信箱時的胸口緊繃，學位口試前的恐懼，這些感受都非常真實且值得被正視。但情緒並不會憑空產生，它們是由你的念頭制造出來的。念頭就像是你大腦針對發生的事情寫下的一句句台詞，通常在你還沒意識到之前，這些台詞就已經寫好了，但是它們往往並非事實。舉個例子，週5下午，你教授發了一封只有6個字的簡訊，我們需要談談。你的胃立刻一陣抽縮，甚至已經開始想是不是該辦退學，窘鋪蓋走人了。到了週1早上，你戰戰兢兢地走進辦公室，教授卻說：“我想提名你拿個獎。”你看，明明是同樣的一封信，同樣的6個字，但在不同的解讀下，卻導向了截然不同的2種結局。這個世界一點都沒有變，變的是你腦袋裡的那句潛台詞。第二點，焦慮其實是你的隱形動力。大部分針對博士生的心理建議，其實都搞錯了重點。假設那個能消除你自我懷疑的按鈕真的有用，在口試前3週，你按了下去，焦慮感瞬間歸零，你感到無比祥和，所以你根本懶得打開論文。為什麼要開？你現在感覺很好啊。你開始追劇、睡大覺、吃大餐。口試當天，你心平氣和地走進考場，然後你掛了。現在換另一個版本，同樣的口試，這次你沒按按鈕，你的焦慮感爆棚，你失眠，半夜11點還在改論文，連洗澡都在練習如何回答評審最刁鑽的問題。口試當天，你緊張得要命，但你通過了。按鈕給了你平靜，但焦慮給了你博士學位。你的焦慮並不是通往成功的障礙，它其實是你的隱形動力。你的潛意識其實一直在幫你盤算，這件事很重要，快去準備，否則你會後悔。這不是大腦壞掉了，這其實是你聰明的大腦正在用一種痛苦的方式提醒你。按鈕抹去了痛苦，但也拔掉了你前進的動力。所以，我們不按那個按鈕，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旋鈕。第3點，調低焦慮的旋鈕，情緒日誌。這個概念來自精神科名醫 David Burns。他在經典著作《Feeling Good》中指出，這套技巧不只是心理安慰，研究數據更證實，它的效果甚至能與抗憂鬱藥物相提並論。透過持續練習情緒日誌，你能在時間中實質重塑大腦，帶領自己走出情緒的死胡同。它的操作非常直覺，你只需要填好這3個欄位。第一欄，自動化思維，也就是你大腦剛剛彈出來的那句台詞，原封不動地把它寫下來。之所以叫自動化，是因為它根本沒經過你的同意就跳出來了。它是大腦面對壓力時的一種直覺反射，不代表它就是真的。第二欄，認知扭曲，幫這句話分類，看看這句話究竟是應該陳述，是非黑即白，還是標籤化。我們要揪出這些扭曲，是因為大腦在焦慮時會像加了濾鏡一樣，把現實扭曲成最糟糕的樣子。但有趣的是，一旦你命名了這個認知扭曲，這句話對你的壓迫感瞬間就會消失一大半。第3欄，反向思考，這不是要你寫一切都會變好這種心靈雞湯，更不是在那邊自我催眠。這句話必須要經得起事實的考驗，它是那種就算被當面質疑，你也能理直氣壯站住腳的客觀事實。它是你在理性狀態下也會真心認可的邏輯。反向思考的目的不是在安慰自己，而是要用證據來打破大腦編織的謊言，找回那個冷靜、理性而且實事求是的你。這是我自己的真實例子。記得有個週6早晨，我端着咖啡坐在書桌前，打開那份擱置3週的論文，
這時候我腦袋裡跳出了一句自動化思維：我應該要寫論文。除了寫論文，我不准自己做任何事。如果這週沒寫完，那我就是個廢物。結果呢？2小時後，我整理了下載資料夾，泡了第2杯咖啡，回了3封無關緊要的訊息，但論文一個字都沒增加。那種原本想要逼我動筆的壓力，反而讓我開始瘋狂做一些不相干的雜事，就是不肯寫論文。這就是典型的完美主義陷阱。這句話看似在激勵我，其實裡面藏了3個認知扭曲的大坑。第一，沉重的應該陳述，我應該要寫論文。Burns 其聲說，這種應該只會讓你產生莫名其妙的罪惡感，逼你去過一種你根本沒答應過的理想生活。第二，非黑即白的極端想法，如果這周沒寫完，在我的腦袋裡，結果只有周5完工或是車底完蛋，完全沒有先推進一點點的中間地帶。第三，給自己標籤化，那我就是個廢物。我不是說自己進度落後，而是直接否定了我整個人。就這短短幾個字的自動化思維，就能讓一個頂尖的博士生癱瘓整個週末，一個字都寫不出來。後來我發現，那個 deadline 其實是我自己隨便定的，但論文這東西本來就有它自己的進度，急也急不來。所以我決定放過自己，寫下了我的反向思考。我今天的任務不是要寫完論文，而是2個小時的深度工作。我把衡量標準從這一周縮小到了這2小時。只要這2小時我有專心，我就算達標了。說實話，這樣想之後，壓力並沒有完全消失，但它從那種會讓人癱瘓的9分，掉到了可以忍受的3分。而這就是關鍵，3分的壓力會讓我真的想動筆，但9分的壓力只會讓我一直滑手機。最後你可能好奇，為什麼這套技巧有效？因為你腦袋裡寫下的這些小台詞，日積月累，最後就變成了你整個人生的劇本。你的學術表現、人際往來，甚至是你看待自己的方式，全都建立在這些你從未懷疑過的念頭上。你以為那是現實，其實那只是你一直沒去修改的舊劇本。只要試着改掉幾句關鍵台詞，你整個人生的走向就會跟着改變。這就是為什麼不論認知科學、斯多葛主義還是修心，都在講同一件事：你的生活品質並不取決於發生了什麼事，而在於你如何解釋發生的事。最後我想送給你3句心法。第一，焦慮其實是高標準的副作用，別急着消滅它，那是你追求卓越的證明，我們調低強度就好。第二，念頭只是大腦丟出來的草稿，不是事實。既然是草稿，就一定會有邏輯不通或是寫錯的時候，不需要照單全收。第三，動筆就能奪回主導權，只要寫下來，那本日誌就會變成你調控情緒功率的旋鈕。所以我想再問你一次，你會按那個按鈕嗎？我會選擇留下這股火焰，因為是這股不甘平凡的火帶你走到了這裡。我們不需要熄滅它，只需要在它燙人的時候學着調低強度，讓它為你照亮前路，而不是灼傷自己。學術路很長，我們不需要當完美的苦行僧，而要當個實事求是的行動者。